800万，一分没有我的。妈把拆迁协议推到桌上的时候，我看到上面的名字林建国，只有林建国。我张了张嘴，还没说话，嫂子王芳已经笑了。妈，我和国栋商量好了，这钱先买套学区房，剩下的行。妈说。自始至终没有人看我一眼，我坐在饭桌最靠门的位置，面前是一碗没人动的花生米。妈站起来，从柜子里搬出一个纸箱，灰扑扑的搁在我面前。这是你外婆留下的碗和碟子，她说给你，旧的不值钱。她顿了顿，又加了一句，也算是你的份了。我看着那个纸箱，牛皮纸已经泛黄，边角磕破了一块，露出瓦楞纸的纹路，上面用记号笔写了2个字，小何，是外婆的字，歪歪扭扭的，像她晚年拿不稳笔的手。嫂子王芳探头看了一眼箱子，嘴角往下撇了撇。妈，这些旧碗不会有裂的吧？别回头割着手。她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没看碗，再看我，意思很清楚，这破烂也就配你。我没接话，妈已经在跟哥嫂讨论学区房了，哪个小区好，多大面积，首付多少，800万的分配方案，在我不知道的时候已经定了。不，也许从来不需要定。在这个家里，钱的流向从来只有一个方向。小何，你坐那儿干嘛？帮我把碗收了。妈头都没抬。饭桌上4个人吃饭，我做的菜，我洗的碗，800万分完了，碗还得我收。我站起来端碗的时候，手指碰到哥面前的盘子，上面还剩半条鱼。这条鱼是我买的，下午特意去菜场挑的。妈说国栋爱吃鲈鱼，我挑了最大的一条，38块。买鱼的时候我没觉得有什么，现在端着盘子，忽然觉得那38块钱很扎手。姐，你那箱碗要不要我帮你搬车上？嫂子忽然热情起来。不对，她叫我姐，平时她叫我小何，叫姐的时候是有事要说。不用，哎，别客气。对了，妈说的那些碗，你回去看看，要是有缺的就别留了，直接扔了吧。旧东西放家里占地方。她笑着，语气轻飘飘的，像是在说一件完全不重要的事。800万刚进了她的口袋，现在她有资格对我说别客气了。我蹲下来，把纸箱抱起来，比我想的沉。小何，妈的声音从客厅传来。我停住，回去路上慢点，箱子别磕了。你外婆在的时候最疼你。她的语气里有一丝愧疚，不是愧疚，是交代完了的轻松。800万给了儿子，一箱旧碗打发了女儿，良心上那点不安。对，你外婆最疼你，这句话一笔勾销。我抱着箱子出了门，3月的风灌进脖子里，冷。车停在巷子口，老房子快拆了，路面碎了一半，我得绕着走。这条路我走了20多年，上学走，放学走，后来嫁了人，过年回来还是走。现在要拆了，800万不算多，不算少，够在这个城市买2套房。我没分到1分，但我分到了1箱碗。我把箱子放进后备箱，坐进驾驶座，没发动车，方向盘上有个划痕。去年冬天，我开车送爸去省医院看心脏，高速上下冰雹，我怕他坐副驾不安全，把车靠边停了，用身上的棉服盖在挡风玻璃上，棉服的拉链头划了方向盘。爸的手术费12万8，我出的。妈当时说的是你哥手头紧，你先垫着。后来没人提过还，不是忘了，是觉得不需要还。我是女儿，女儿出钱应该的，儿子拿800万也是应该的。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运转的。在我妈的世界里，我发动了车，后备箱里那箱碗发出轻轻的碰撞声，闷闷的，像有人在里面敲，想说什么。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那箱东西，外婆，我在心里叫了一声，没有人应。车驶过那条碎了一半的路，左边是即将拆除的老楼，右边是刚挂上的拆迁横幅，红底白字，恭喜回迁，乔迁大吉，大吉，哥嫂大吉。我开着车拐上了主路，没哭。手机响了一下，群消息，家族群，嫂子发了一条好消息，老房子拆迁款下来了，感谢爸妈，国栋和我一定好好孝顺二老。下面一串回复，恭喜恭喜，国栋有出息，好好过日子。没有人问过小何分了多少，没有人觉得需要问。我把那箱碗搬进出租屋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，出租屋在5楼，没有电梯，抱着箱子上楼的时候，膝盖撞了2次墙角。我一个人住，离婚2年了，前夫跟我没什么可说的，他不坏，但也不在了。5楼一室一厅，月租2300，进门把灯打开，灯有点暗，上周闪了2次，该换了。我把箱子放在地上，没打开，坐在旁边的小板凳上，看着那个写了小何的纸箱，外婆的字。外婆去世的时候，我在医院陪了最后3天，哥没来，嫂子说孩子要上辅导班，走不开。妈说你哥忙，你多待着。我待了3天，最后1天，外婆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，声音很轻，我凑到耳边才听清，柜子里给你留了东西，别让你妈拿走。我当时以为她说胡话，现在想来也许不是。我打开纸箱，里面用旧报纸裹了7、8件东西，塞得很紧，一看就是仔细包过的，不像是随便打发人的样子。我拆开第1层报纸，一只碗，青灰色的，碗身很薄，光照上去微微透亮，碗底有字，看不清，太暗了。我举到台灯下面看，有款制，认不出来。我不懂这些，又拆了一只盘子，比碗大1圈，上面画着什么花鸟，颜色很淡，但线条利落。我把所有东西都拆出来，4只碗，2只盘，1只小碟，1只茶杯，8件，就是旧，但没有一件有裂纹，每一件都干干净净的，像洗过，又像从来没用过。我把它们摆在茶几上，然后坐在地上看着它们。小时候，外婆家的碗柜最高层有一排碗，不让碰，
我够不到。有一次踩凳子去拿，被外婆拍了手。这几个不能用，为什么？以后告诉你。她没告诉我就走了。今晚我把它们摆在一张60块钱的茶几上，出租屋的灯又闪了一下，我给自己倒了杯水，坐在那些碗旁边。那些碗静静的，我也静静的。从小到大，这个家给我的东西，我摆满整张茶几也不够，但给哥的东西可以摆满一整套房。哥上高中，爸妈花钱请了家教；我上高中，妈说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？考大专就行了。我考上了本科，学费自己挣的，暑假在奶茶店打工，寒假在超市搬货。妈知道后说了一句：“你哥那年考上2本，我们给他办了2桌，没给我办，办什么？又不是难玩。”哥26岁结婚，爸妈出了18万首付。我24岁结婚，妈给了2床被子，被子是她自己盖过的，洗了重新缝了边。我收到的时候捏了捏，棉花是旧的，有点硬。嫂子过门那天，妈煮了2只鸡，炖了一下午。我过门那天，妈说酒席你们自己办，我身体不好。她身体不好，但1个月后，哥生了儿子，她坐了3个小时大巴去伺候月子，伺候了40天。我生孩子的时候，我没生孩子，因为前夫不想要，我也没人帮我坐月子。后来离了，妈说你看你连个孩子都没有，人家凭什么跟你过？她没问过我为什么没有，没问过我想不想要，没问过我过得好不好。这些事单拎出来，每一件都不算什么。过年的时候，别人问起来，我也只会说还行，因为说出来，别人会说你妈也不容易。老一辈都这样，儿子女儿还是不一样的。他们说的对，不一样。800万和一箱旧碗确实不一样。第2天上班，方林看我脸色不好，怎么了？没事，拆迁的事定了。方林是我同事，也是10几年的朋友，他知道我家的情况，定了。给了你多少？我没说话，他看着我，1分没给，给了一箱碗。方林愣了3秒，你说什么？我外婆留下的旧碗，我妈说那就是我的份。方林的嘴张开，合上又张开。林小河，800万，你1分没拿到？是，你哥全拿了，写的他名字。方林把手里的笔摔在桌上。你妈？他没说完，因为他看到我的表情了，不是愤怒，是那种已经过了愤怒的东西。小河，你不能就这么算了。我能怎么办？拆迁款是家庭共有财产，你爸妈都活着，你有继承，不是遗产，是拆迁补偿。房子登记在我爸名下，他愿意给谁就给谁。方林不说话了，我低头继续做表格，手指敲键盘的声音很轻。那碗呢？什么碗？不知道，旧的，我外婆柜子最上面那排。你拍个照给我看看。看什么？我老公不是喜欢淘旧货吗？上次他在潘家园花3000块买了个青花碟子，那不一样，我那些就是普通旧碗。你先拍给我看看吗？晚上回家我拍了照，随手拍的，光线不好，发给方林。过了5分钟，方林打个电话过来。小何，他的语气变了。你那个碗底的款你看清了吗？没注意。你现在去看看，别用手摸，拿个手电筒照。我愣了一下，走到茶几前，打开手机的手电筒，翻过那只碗，碗底有4个字：大清。什么窑？电话那边沉默了2秒。别动那些碗，一件都别动。林姐，怎么了？我让我老公看了你那张照片，他说让你千万别动，他明天带个朋友过来看。什么朋友？搞古玩鉴定的。小何，你听我说，你先把那些东西收好，别跟任何人说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都没确定，但我老公看完照片脸色不对。我看着茶几上那8件旧碗碟，灯又闪了一下，碗身上的釉色在忽明忽暗的光里好像活了。周末，方林带她老公来了，一起来的还有一个人，姓陈，方林老公叫他陈叔，50多岁，戴眼镜，穿个灰夹克，手上戴了副白手套。进门看到茶几上那排碗，脚不停了，都在这，都在。他没急着碰，先蹲下来平视，看了大概1分钟，然后拿出一个小手电筒，侧面打光，又看了1分钟。可以上手吗？可以。他拿起第1只碗，动作很慢，像抱婴儿，翻过来看底款，放下，拿第2只，看了更久，放下的时候手微微停了一下。陈叔没回答，他把8件东西全看了一遍，然后站起来，摘下眼镜，擦了擦，又戴上。小林，这些东西你打算卖吗？我还不知道他们是什么。这4只碗是官窑粉彩成套的，品相极好。他指了指那2只盘子，这2只不古代的，那是明。我不懂，但我看到方林老公的手在发抖。什么时候的？陈叔自言自语，得送去做热释光，但从化工和骨料看，值多少钱？方林问了我不敢问的。陈叔看了我一眼，小林，你这8件东西，我建议你去正规拍卖行做系统鉴定。陈叔，我就想知道个大概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4只粉彩碗，市场价成套的话，保守200万以上。我的手开始量那2只盘子，他顿了顿，如果缎带没问题，1只就不止这个数。方林捂住了嘴。我站在出租屋里，5楼，灯还是那盏会闪的灯，茶几上摆着8件东西。我妈说他们是旧的，不值钱，是我的份。接下来的事我谁都没告诉。方林帮我联系了本市最大的拍卖行，我请了3天假。第1天送鉴定，拍卖行的人比陈叔更仔细，每件东西都拍了几十张照片，做了记录，贴了编号。负责鉴定的老师姓吴，看完那2只盘子后，他没说话，去打了个电话。回来的时候多了2个人，3个人围着那2只盘子看了半个小时。我坐在外面的接待区，喝了3杯水。第2天初步结果出来了，吴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，桌上放着一份报告。林女士，4只粉彩碗成套完整，品相综合市场参考价
我们给出的估值区间是220万到280万。我点了点头，和陈叔说的差不多。那2只盘子，他翻到第2页，青花缠枝连纹盘2只，经过热释光和成分分析，值多少？他看着我，林女士，这2只盘子如果上拍，起拍价建议在350万到400万之间，每只2只700到800万，加上4只碗，加上那只小碟和茶杯。吴老师说小碟也是清代的，茶杯是仿品，但仿得好也值10来万，8件合计。吴老师翻到最后一页，综合估值区间950万到1280万。我看着那个数字，950万到1280万。我妈给我哥的是800万，给我的是这箱碗。她以为她把最值钱的给了儿子，把不值钱的打发了女儿。我坐在拍卖行的皮椅上，盯着那个数字1280万，没哭也没笑，就是觉得外婆你是故意的，对吧？接下来1周，我做了几件事。第1件，我去公证处把鉴定报告做了公证。第2件，我联系了律师，姓郑，方林老公介绍的。郑律师听完我说的情况，问了一个问题：这些碗碟是你母亲亲手给你的，有没有第三方在场？在场，我哥和嫂子都在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这是你外婆留下的碗和碟子，他说给你，原话，还加了一句也算是你的份了。郑律师点了点头。这句话很关键，他承认是分给你的，而且指明是你外婆的遗愿。目前这些物品在你手上，你有完整的合法占有和处置权。他们要是来要呢？没有法律依据，赠与已经完成，物品已交付，除非他们能证明你母亲不具备民事行为能力或者存在胁迫。不存在，那就是你的。第3件，我去了趟老房子，拆迁还没开始，但已经断水了。我不是去看房子的，我去找一样东西。外婆的房间还在，柜子最上层那个位置空了，碗被搬走了，但柜子背板后面，小时候我踩凳子够碗被外婆拍手那次，我看到她往柜子背后塞了个信封，我那时候小没在意。现在我搬开柜子，墙上有个浅浅的缝，信封还在，发黄了，密封着。我拆开，里面是一张纸，外婆的字，比纸箱上的小何更早，写得更稳当。柜子里的碗和碟子给小何，是我公公传下来的，当年土改差点没了，我藏了40多年。这些东西传男不传女是老规矩，但规矩是是的，人是活的。小何这孩子被亏待了一辈子，我看在眼里，这是我能给他的。桂兰不会懂，也不用让他懂。小何，外婆对不住你，这辈子帮不了你，这些东西算是补上的。落款孙秀珍，日期是外婆去世前半年。我蹲在空房子里，拿着那张纸，灰尘在光线里飘，外面有拆迁队在隔壁楼贴通知。外婆知道这些碗值钱，她一直知道，她谁都没告诉，只告诉了我。但她说别让你妈拿走。我把信纸折好，放进包里，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麻。第4件事是我没有做的事，我没有告诉妈，没有告诉哥，没有告诉任何家里人。你打算怎么办？先不动。为什么？我想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想起我。方林没说话，我知道他想说别赌气，但他没说，因为他知道我不是在赌气，我是在等一个我知道一定会来的电话。电话来得比我预想的快，不是妈打的，是嫂子。分完拆迁款的第23天，小何啊，在忙吗？嫂子的声音甜得发腻，她叫我小何了，不是姐，说明不是要我帮忙，是要我给东西。还行，什么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，就是你哥最近看了个楼盘，想投资，手头差一点。嫂子，800万不够。电话那边安静了2秒。小何，这你就不懂了，800万听着多，买完学区房还完车贷，再给你侄子报个国际学校。嫂子，你是来跟我借钱的？不是借，是你手头要是宽裕。我月薪7000，房租2300，你觉得我宽裕？那就算了，我就随口问问。他挂了，我放下手机。1月后，妈打来的。小何，你那箱碗还在吗？我心跳漏了一拍。在。怎么了？你拿来用了吗？没有，放着呢。那就好。他顿了顿，你哥说那些碗，要不你先放妈这儿，老房子快拆了，怕东西弄丢了。妈，碗在我家，丢不了。那他好像在想怎么措辞。你嫂子认识一个收旧货的，说老碗老碟子现在有人喜欢，万一能卖2个钱呢？我捏紧了手机。妈，你上次说这些碗不值钱，我是怕你期望太高，万一能卖个1000把块呢？你嫂子认识人？不卖。小何，这是外婆给我的，不卖。电话那边安静了很久。你这孩子怎么跟你外婆一个脾气？他挂了。我坐在床边，心里有什么东西在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变硬。嫂子认识的收旧货的，他们找人看过了，或者至少起了疑心。我想起郑律师的话，赠与已经完成，物品已交付。想起外婆信里的话，别让你妈拿走。外婆，我不会的。方林老公帮我查了一个事，查完后，方林约我吃饭，吃到一半，他放下筷子。小何，你坐稳了？怎么了？你哥炒房了？什么？你嫂子拿拆迁款入了一个商业公寓的项目，800万进去了600万，然后呢？那个项目烂尾了。我放下筷子。什么时候的事？上个月，项目方跑了，你嫂子投的600万，目前追回来的可能性很低。600万，800万里的600万。我看着面前的菜，这就是他来找我借钱的原因。对，方林看着我。小何，你妈打电话让你把碗送回去，也是因为这个。他们知道老东西可能值点钱。他们知道多少？不确定，但你嫂子找了人看过，那个人水平不行，估了个几十万。你嫂子觉得几十万也是钱，现在他缺钱缺疯了。我笑了一下，几十万，他们以为那些碗值几十万，实际上1280万。他们不知道，他们也不配知道。
但他们会来的，我确信。方林，帮我个忙，你说你老公认识的那个记者朋友还有联系方式吗？有，怎么？先不急。我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吃饭，电话是在一个周六的上午打来的，不是嫂子，不是妈，是哥林建国第一次给我打电话。小何，他的声音比我记忆中老了。哥在家不？在。我和你嫂子去看你。电话那边沉默了3秒，现在来也不迟。半小时后门铃响了，不是2个人，是4个人。哥、嫂子还有妈，以及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男人。嫂子介绍，这是孙哥做古玩的。我没请他们做，但嫂子已经自己坐下了，她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。小何，你这屋子也太小了。她的声音里有同情。假的，她在找碗。妈，你们来干嘛？妈站在门口没往里走，她手里拎着一袋水果。看看你，看完了，还有事吗？哥开口了。小何，别这样，一家人说话你怎么跟防贼似的？我家最近没被偷过东西，就被分过。嫂子的脸僵了一下。哥叹了口气。小何，今天来是想跟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外婆给你那些碗怎么了？那些东西是林家的老物件，你嫂子找人看了一下，说可能有点年头，我们想着要不统一放到妈那里保管。保管？对，万一你搬家磕了碰了。哥，我看着他，你上一次主动来找我是什么时候？他没答上来。我告诉你，上一次你主动联系我是爸住院那次，你让我先垫手术费12万8，到今天你也没还。小何，这是两码事。你说的对，这是2码事。那次是我的钱到了你口袋，这次你想让我的碗到你手里，嫂子坐不住了。小何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谁要你的碗了，我们就是好心。嫂子，我转向他，你带来的那位孙哥是来保管的，还是来估价的？那个姓孙的男人尴尬地笑了一下。嫂子的脸红了。妈放下水果。小何，你外婆的东西是林家的，你拿去了，但这些东西……我打断他，妈，你当着我的面亲手把这箱碗给我的，你说的原话是这是你外婆留下的碗和碟子，她说给你也算是你的份了。当时你哥你嫂子都在场，这是你说的，你要反悔。妈的嘴动了动。我不是反悔，我是说，妈，800万拆迁款，你写了哥的名字，你没跟我商量，你也不觉得需要跟我商量，那是拆迁款，是给儿子的，我知道。那这些碗呢？是外婆给我的，你自己说的。现在你觉得碗可能值点钱了，你来了800万的时候，你没觉得需要分我。几只碗的事，你倒想起我是林家人了。客厅很安静，嫂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。哥低着头不说话，妈站在那里，手提着那袋水果，提了很久，没放下，也没走。我站起来，走到卧室，拿出一个文件夹，走回来，放在茶几上。你们不是想知道这些碗值多少钱吗？我翻开文件夹，这是正规拍卖行的鉴定报告，公证过的。第1页，4只粉彩碗，成套完整品相，估值220万到280万。嫂子的眼睛瞪大了。2只青花缠枝连纹盘，我抬起头，每只估值350万到400万。房间里没有声音。小碟、茶杯、金纺，合计10余万。我合上文件夹，8件东西，综合估值，我一个一个字说，950万到1280万。嫂子的嘴张着。哥抬起了头，妈手里的水果带掉了，橘子滚了一地，没有人捡。1000。嫂子的声音哑了。多少？1280万。我看着他，你投了600万进烂尾楼，你来找我借钱，你让我妈打电话要碗，你今天带了个估价的人上门，你以为这些碗值几十万？不好意思，差了一个零。嫂子的身体在发抖，哥的脸彻底白了。妈看着我手里的鉴定报告，然后看着那排碗，她的表情我看不懂，不是震惊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，像是后悔，又像是不甘，更像是被自己宠哭了。这不可能。嫂子终于找回了声音。那些旧碗。嫂子，你那天说什么来着？我想了想，旧东西放家里占地方，你还让我扔了。要是我真扔了，我没说完，但在场每个人都听懂了。嫂子反应最快，她站起来，挤出一个笑。小何，既然值这么多钱，那更应该放到妈那里保管啊。你一个人住5楼，万一被偷。嫂子，你投了600万进烂尾楼，你现在缺钱缺疯了，你来跟我说保管。她的笑僵在脸上。你说什么烂尾楼？青田商业广场，600万，项目方跑了。你怎么知道？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？嫂子转向哥。国栋，你告诉他的。哥没说话，不是他说的。我说你们投了多少钱，亏了多少，我比你们自己还清楚。嫂子的脸涨成了猪肝色。妈终于开口了。小何，不管怎么说，那些东西是你外婆的，你外婆是林家人。妈，我从文件夹下面抽出第2份文件，你认识这个字吗？我把那张信展开，外婆的字。妈凑过来看了3行，脸色变了。柜子里的碗和碟子给小何，桂兰不会懂，也不用让她懂。小何这孩子被亏待了一辈子，我看在眼里。妈的手开始抖。这是你外婆写的，你认不出来吗？我不知道她什么时候。你不知道的是多了。我把信收回来。妈，外婆知道这些碗值钱，她藏了40多年，她谁都没告诉，只告诉了我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妈没回答，因为她知道告诉了你就不是我的了。这句话像一把刀，扎得很准。妈退了一步，嫂子还在挣扎。就算外婆写了信，这也不算遗嘱啊，法律上。我看着他，你要跟我讲法律。我从文件夹里拿出第3份文件，这是律师函。我的律师说，东西是我妈当着全家人的面亲手交给我的，赠与已经完成。外婆的信件是辅助证据，证明这是老人生前意愿。任何人想要拿走，可以去法院试试。嫂子拿起那份律师函，看了几行，脸色一点一点的灰下去。你早就准备好了？他抬头看我。你早就知道那些碗值钱？对。那你
我在等你们上门。我看着他，嫂子，你们分了800万的时候，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；你们来要碗的时候，也没有人问过我愿不愿意。从头到尾，在这个家里，没有人把我当过一个需要被问一句你愿意吗的人。嫂子的嘴唇在抖，她转向妈，妈，你说句话啊。妈站在那里很久。小何，妈，你别说了。我站起来，今天的话我说完了。碗是外婆给我的，钱是你给哥的。从今天起，各过各地，以后过年不用等我了。你们那个家从来也没有我的位子。哥终于开口了。小何，别说这种话，你是林家的女儿。哥，我看着他，林家的女儿值多少钱？我用800万买断了，现在我告诉你，买便宜了。他闭上了嘴。嫂子是最后一个走的，走之前，他回头看了那排碗一眼，眼睛红的，不是伤心，是心疼那1280万。门关上的时候，我听到走廊里嫂子的声音：古洞，你就不管？管什么？人家有律师函，那是林家的，那是人家外婆给的，你有什么立场？你那600万先想办法吧。脚步声远了，我靠在门上，出了一口气，长长的，从小到现在31年，这口气从我记事起就堵在胸口。今天出来了，我走到茶几前，那8件碗碟安安静静摆在那里。我伸手摸了摸那只最大的青花盘，釉面凉凉的，滑滑的。外婆，我小声说，你给我的东西我守住了。3天后，方林来找我，你妈那边有动静了？什么动静？你嫂子在亲戚群里说你藏了林家的传家宝不还，意料之中，你大伯打电话给你了吗？打了，我没接。你打算怎么办？我已经办了。方林看着我，你之前让我存着的那个记者朋友的联系方式用上了。我打开手机，一篇文章，本地新闻号，标题是拆迁款800万全给儿子，打发女儿的旧碗竟是1000万古董。方林看了标题，倒吸一口气，你把这事捅出去了。没有用真名，但认识的人一看就知道。那嫂子在亲戚群里说我不还传家宝，好，让所有人都看看是谁先不要脸的。文章发出去当天，阅读量破了10万，评论区炸了。800万给儿子1分不给女儿，这妈真行。结果女儿拿到的碗比800万还值钱，哈哈哈哈！老天爷长眼啊，这外婆才是真正疼孙女的人。哥嫂再也没有打过电话，亲戚群也安静了。大伯在打电话来的时候，语气变了。小何啊，你那些碗自己收好。你妈那边你别跟她计较，她就那样。我知道，以后有事找大伯。他以前从来没说过这句话，从来没有。半年后，我把2只明代青花盘委托拍卖行上拍，最终成交价1只428万，1只391万，合计819万，加上剩下的6件，我手里还有价值400多万的碗碟，我没有全卖，留了那4只粉彩碗，因为那是外婆碗柜最上层的那排，我够过的，被拍过手的。方林说我傻，留4只碗就是留200多万在茶几上，但有些东西不是钱，我用拍卖的钱买了房，不大，2室1厅，采光好。搬家那天，我一个人把4只碗放进新房子的柜子最上层，像外婆那样。哥嫂的消息断断续续传来，600万的烂尾楼追回了不到100万，剩下的学区房月供压得喘不过气。嫂子的国际学校学费交不上了，退了，转回普通小学。哥在亲戚面前再也抬不起头，不是因为亏了钱，是因为那篇报道，所有人都知道了，800万全给儿子，结果儿子亏了600万，打发女儿的破碗值1000多万。这个故事太讽刺了，讽刺到连劝我别跟你妈计较的人都笑了。妈生病了，不严重，胆囊炎。哥嫂没钱，妈住了院，打了2天点滴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我去了，买了水果。到了病房，妈靠在床上，比半年前瘦了1圈，看到我眼睛红了。小何，妈，你来了。她嘴唇动了动。那些碗，妈，你今天要是说碗的事，我现在就走。她不说了，安静了很久。妈，手术费我出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以后你和哥过。她看着我，眼泪掉了下来。妈，对不起你。我看着她哭，没有动。妈，你对不起的不是我，你对不起的是外婆。外婆看了你一辈子，看你偏心，看你把什么都给国栋，看你把小何当外人。她什么都没说，她只是悄悄把最值钱的东西留给了我，因为她知道你不会给我。妈的哭声变得很小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我放下水果，手术费我让方林送过来。妈，你好好养身体。我转身走了，没有回头。新房子住了3个月，方林来家里吃饭，他站在客厅，看着柜子最上层那4只碗。林小何，你现在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有钱的。我有钱的那部分在柜子上，我自己挣的那部分在银行里，200多万就摆在那。你不怕？不怕？为什么？外婆在那放了40年。方林笑了。那你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我从冰箱里拿出菜，今天做3个菜：番茄炒蛋、红烧排骨、清炒时蔬。用自己的碗、自己的碟、自己的家。厨房的灯不会闪，窗外有风，很暖。我把菜端上桌，方林已经坐下了。开吃，开吃。柜子上那4只碗静静地待着，釉色温润，和我外婆的手一样温。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。新房子住了快1年，我渐渐习惯了每天回家看到柜子上那4只碗，他们就在那里，不言不语，像外婆还在看着我。方林说我变了，哪儿变了？你以前走路低着头，现在抬起来了。我想了想，好像是以前总觉得欠谁的，欠爸妈的养育之恩，欠哥的手足之情，欠前夫的一段婚姻没经营好，走哪儿都觉得自己不够好，不够懂事，不够让人喜欢。现在不欠了，不是有钱了，是想明白了。方林后来又给我介绍过一个人，做设计的，姓周，离异，有个女儿跟女方，人挺温和，请我吃了2顿饭，聊得还行。
第3次见面，他说了一句话：你条件不错，怎么还租房子？我说我买了房了。他愣了一下，贷款买的？全款。他的眼神变了一下，那个变化很轻，但我看到了。后来他没再约我。方林骂他势利眼，我说不怪他，有些男人就是这样，你比他强，他受不了。不是他坏，是他撑不住。那你就不找了？方林问。找什么？找个人过啊，我一个人过得挺好的。方林看了我半天，说你真变了。我说是啊，以前我觉得一个人过是没办法，现在我觉得一个人过是选择，这两者不一样。又过了2个月，妈给我打了个电话，不是要钱，不是要碗，她说小何，我想去看看你。我想了想说行。她来的时候一个人，没带哥，没带嫂子，也没带水果。她站在我家门口，往里头看了一眼，房子挺亮堂。她换了鞋进来，坐到沙发上，眼睛不自觉地往柜子上瞟，那4只碗还在最上层。她看了几秒，把目光收回来了。妈，喝水。哎，她端起杯子，没喝，又放下。小何，你过得好不好？挺好的。那就好。沉默了一会儿，妈，你今天来到底什么事？她低着头，手指在杯子上来回抹撒。我就是想来看看你，真没事儿，真没事儿。我看着她，她老了，比我想的老。以前她头发白了一直染，现在好像不染了，白头发从发根长出来，灰蒙蒙的一片，像落了霜。你一个人住，平时吃饭怎么办？自己做。会不会太凑合？不会，我炖排骨现在炖得很好。她点了点头，又沉默了。窗外的阳光照进来，落在地板上，一道一道的。她忽然说：你外婆以前也爱炖排骨。我没接话。你外婆在的时候，家里什么事都是她说了算，她不骂人，也不大声说话，但她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爸怕她，我也怕她。她走了以后，我就想，这个家该我当家了。我妈的声音低下去，可我当不好。我没说话。我不是不知道你委屈。她抬起头看我。小何，我不是不知道。她的眼圈红了。我就是改不过来。你哥是第一个孩子，你爸高兴的3天没睡着。你出生的时候，你爸在单位加班，我自己去的医院。生完你，我从产房出来，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。你外婆后来来了，带了一锅鸡汤。她说：丫头，你受苦了。我妈的眼泪掉下来。那时候我就想，不能再让我的丫头受这个苦，所以你哥结婚，我给买房，你嫂子生孩子，我去伺候。你哥说想做生意，我掏钱。我怕他吃苦，怕他受委屈，怕他觉得这个家不疼他。可你呢？他看着我，我想着你是丫头，你能扛，我以为你能扛。他哭出了声。我坐在对面看着他哭，没递纸巾。不是心狠，是我等了31年才等到这句话。妈，你能扛和妈对不起不是一回事。你说完了吗？我问。他擦了擦眼泪，点了点头。你说完了，那我说几句。你偏心了31年，不是1天2天，不是1年2年，是31年。你说你怕哥吃苦，所以你什么都给他。我不怕吃苦，所以我什么都得不到。你觉得这是夸我能干吗？不是，这是你觉得我不配。妈的手抖了一下。小何妈，我不恨你。我看着他，但我也不欠你了。手术费那次，你说最后一次，上次住院也是我出的，咱们清了。以后你养老，该我出的我出，该哥出的我也不会替他出。你回去告诉他，妈不是你一个人的。至于那4只碗，我抬头看了一眼柜子，那是外婆给我的，谁也别想拿走。妈沉默了很久。行，她站起来，我就是来看看你，看你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她走到门口，换了鞋，手搭在门把手上，没拧。小何，你过得好，比什么都强。门开了，又关上。走廊里传来电梯的叮咚声。我坐在沙发上，看着那扇关上的门。窗外的阳光移到了地板上。我低头看到茶几上那杯水，妈一口都没喝。晚上，方林打电话来，你妈走了？走了。说什么了？说她对不起我。然后呢？然后走了。方林沉默了一会儿。你哭了吗？没有。真的？真的。我靠在沙发上，看着天花板。方林，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总做一个梦。什么梦？梦见我变成了一棵草，长在墙角，谁都看不到我。后来呢？后来外婆看到了，她说这棵草会长成花的。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。你现在是花了吗？方林问。我看着柜子上那4只碗，釉色温润，像外婆的手。我觉得我慢慢的说，我一直都是花，只是以前没人浇水。现在呢？现在我自己浇。方林笑了。林小何，你肉麻死了。我也笑了。挂了电话，我去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回到客厅的时候，柜子上那4只碗在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光。我站了一会儿，轻声说：外婆，我挺好的。房间里很安静，窗外的风吹进来，窗帘微微动了一下，像是有人在点头。